来吧，今天咱们再来做一个拼装，也是最近挺热的这个小号手新出的阿尔茜，阿尔西啊，咱就不叫它阿尔茜了。其实来说吧，小号手的这些拼装素质，其实从一开始的大黄蜂到现在建立起来的口碑都不错。首先，它是免胶拼装；其次，整体身上都上了玉涂装，造型精度都完全没有问题，甚至说你连这个水口钳子都不需要，它直接可以抠下来，按压水口，做的还是可以的。尤其在一些玉涂装上面涂的也是一丝不苟，这一点是非常棒的。虽然是一个特别迷你的小比例尺寸的一个拼装玩具，但做完的效果还真不错。之前我们做过飞过山、大黄蜂、闪电这些啊，也就是现在他们出的这几款。当然，小号手后边的野心也挺大嘛。现在这一套阿尔西公布出来了，我们其实可以从盒子的外包装上面也能看到一些内容的实物展示。还有这边，这个应该是后续的预告吧？擎天柱、救护车、铁皮、千斤顶，后边的这几个基本上都出了，就差一个大汉。大黄蜂的这个赛星形态应该就是飞过山同模具换个脑袋就可以了。哇，这个技术小号手有进步啊！这个应该是一体成型板件，所以也就是说现在主体的拼装内容可能也就是这4-5个板件吧，东西真的一点都不多，非常非常的简单。我们直接来开始拼吧。剩下有一点点小水口，拿指甲稍微的一刮，它就干净了，都不用打磨。胸口这里有印一个小的汽车人标志，很精致。跟这里扣过来的时候，前方的这2个小桩子，这个地方还有一个滑动的滑道，你看细节做的好平啊，可以的。这个组装的密合性还是不错的，精度很高。看扣紧了以后，基本上这个组装的缝隙和这些刻线的缝隙的感觉都很像。胸这个尖尖的感觉可以的。故意做成软胶件的裙甲，也是为了防止损坏吧。它在可动的上边的时候，胯部这里往起提，可以避免。上下这里还有一个防呆孔，它只能朝一个方向去拼。好，小号手的阿尔西拼装完成，基本上就是现在的样子了。我估摸了一下我的拼装过程啊，加上前面介绍的，可能总共花了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，也就是20来分钟左右。我们来看一下身上的一些细节吧。其实整体拼完的效果，身上的玉涂装做得非常的漂亮，你甚至不需要任何的补色，这个就是速组完成以后的效果，可以说很棒了。在这么点的一个尺寸上边，能做出来这么精致的感觉，其实不容易啊。量一下，也就是9公分左右的一个身高，不到点9公分吧。电影里边的这个阿尔西的头雕确实是这样的，并不好看，比我们印象中的那个美女阿尔西差了很多的意思。但毕竟小后手嘛，他是拿到了官方版权的，把这个东西还原出来，同时在一个5到6毫米的一个小头雕上能做出来电影里边的这些细节也不容易了。也确实这张脸不好看，但是还好小号手这回有一个替换的头雕，我们把它抠下来，好像还好那么一点点啊，起码比之前的那个好看一些了。没办法，电影里边的设定就这样。这个汽车人标志是非常迷你的，可以看它也就是不到2毫米的一个宽度，1.5毫米左右吧，能涂得非常的精细啊，这点很难能可贵。小腿这里是属于用分件来展现细节的，里边内构的这些都是分件处理的组装。大腿的曲度做的也很漂亮，
身材方面的这些曲度也是做的非常还原电影里边的一些造型的。背后的这个小翅膀吧，做了多层次的处理，也是加上玉涂装以后，把这些效果点缀的非常漂亮。整体来说的身形，我觉得还是挺好看的。首先，它第一个是不用去变形的，也不用考虑什么变形结构，所以只要照着官图去还原就行了。再一个，做这么点的尺寸的一个比例，还能把这些细节做到这样的。我觉得小号手已经做得非常的不错了，可动性方面也不错啊。首先头部球形的关节360度旋转没问题，背后的小翅膀这里可以旋转调整一些角度，肩膀这里你往平抬的时候，看似这里只是一个球关，但根部这里还做了一段关节。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在组装的过程中也有一段，所以呢，也能举到这么高的一个幅度。二头肌旋转，曲肘90度，手腕旋转，因为也是可以拆卸替换的嘛。腰部360度旋转，圆滚滚的小屁股。裙甲刚才说了是软胶的材质，所以前踢的什么也不会阻碍到，后踢。侧踢可能稍微的会阻挡一点，毕竟腿甲的这个造型。然后大腿根部的旋转，膝盖这里是双段的关节，大腿上方这里有一段，膝盖这个地方也有一段，但其实它用不到那么大，因为这个地方后边小腿的一个装甲会阻挡到大腿的地方。脚踝算是有一定的活动范围，而且脚尖左右也是能接地的。目前出的这4款的一个全家福摆在一起看一下效果吧。整体来说啊，我觉得还不错，但问题是小号手的闪电做小了，其实会有一种特别有味道的感觉，还特别的精致。因为尺寸小嘛，所以有一些细节其实可以忽略到。还真别说，这个擎天柱我觉得放在这一堆的比例里边倒是也不违和嘛。整体拼完的效果非常的过瘾，它的这个拼装过程是十分舒服的。你在玩它的时候，第一个它零件并不多，其实这款小号手我觉得面向的更是在拼装里边的一些新手项，或者说简易化处理。它尺寸第一个不大，零件不多，甚至说你都不用水口钳子抠下来的按压水口，咔咔咔往上一拼，半个小时，最多半个小时，你就可以把它完整的拼好。其实这种体验也是非常不错的。再一个，这么小这么精致的东西摆在你的柜子里边，其实也非常的好看啊。尤其你跟你的外传题材全部放在一起，后边比如说站一排30的，前边站一排这种小号手的，我的柜子现在就是这么摆的，反正我个人来说还是挺满意的。总的来说，这一次的R7给我的感觉又是一个非常全新的体验，非常不错吧。可能这就是做军模出生的小号手这么多年历练下来的经验吧，再加上一身玉涂装，只要速组下来以后的效果就非常好看了，完全值得推荐。再关键的原因，小号手的性价比也很好啊，而且小号手的东西都挺便宜的。说实话，对于有版权的第三方产品来说，能卖到现在的这个价格也不错了。那么得了，这期我们就到这里吧。